節焦點我們要來關注美國對中國的科技封鎖，不但沒有殺死華為，現在反而逼出了一個更強大、更全面，而且無懈可擊的科技巨人了嗎？我們要來看到是華為官宣說，11月25號的時候有這個新品發布會，會有新的旗艦手機 Mate 80系列、Max X7 AI 全場景的新品都要全面亮相了。那這一次呢，華為它不再是試探，因為它直接對標的就是蘋果要發起這個最強烈的挑戰。而且現在大家在討論說，其實現在呢，最害怕的西方國家最害怕不是說這個手機，而是這個中國最神秘的晶片麒麟9030。因為外界的傳聞包括說它的晶體管密度逼近了台積電的3奈米，還有說整體的性能呢提升20%，而且華為的絕招不僅於此哦，因為現在說是硬體不夠，軟體來湊。華為即將要發布的這個 AI 突破性軟體技術 Flex AI， 這個技術的核心效果，您從圖卡上看到，他說可以把 GPU、NPU 利用率從30%提升到70%，那統一調度升騰加輝達多家的硬體。對標的是輝達收購的 Run AI 核心技術，顛覆了傳統的這個數據存儲的認知。好，所以現在大家在看說華為的這個算力黑科技，等於它是用軟體重新來定義這個算力規則，找到可以他們在 AI 科技的戰道上可以彎道超車的這個制勝密碼。蔡委員，您看，大家都在討論說這個麒麟9030它的傳聞很多嘛，包括我們剛剛提到說它的這個晶體的管密度啊，逼近台積電3奈米，那整體性能可以再提升20%，它葫蘆裡賣的是什麼樣的藥？麒麟9030當然是最新的晶片，但是它是手機晶片，它不是 AI 伺服器的晶片哦，大家先做個區隔。這個手機的晶片啊，可以裝在最新出來的 Mate 80的手機哈等等。那它有很多的這些已經宣布或者尚未宣布的新的效能。不過它的晶體管密度是不是有3奈米？因為沒看它官方這麼說，對啊，都大家猜的，所以只是說逼近啊，是台積電3奈米。那我們看到再來提這個，那整體性能比原來的提升20%，這是確定了啊，因為它已經先給別人測試過了，確定是如此啊。所以我們這個再看看華為能夠每一年哦，就有一個很大的一種提升手機的性能哦。我只買到 Mate 60，再下去沒錢買了哈，所以它增長的速度非常的快哈，這個就是一個創新力的表現，這也是它能夠這個一再的往上這個飛騰的重要原因。那他現在希望說，它出來的手機哈，不只是限制於鴻蒙系統，能夠跟其他系統呢共構，所以開始說我可以跟那個什麼。可以跟那個 iPhone 哈什麼用相容啊傳達。那如果做到跟 iPhone 跟 Android 能夠相容傳達的話，那他離開中國大陸就打遍天下，從從容容，游刃有餘。對啊。好，確實，那中國不但在硬體上是拼命追趕，現在軟體呢也是彎道超車了。好，賴教授，您來看這種思維可不可以奏效？那是不是現在是把美國直接逼進死角？我覺得剛剛蔡委員講的是從從容容啊，他真的是打着那個美國連滾帶爬啊。我覺得這個是已經成為一個現實了。我長期使用華為，我剛好運氣很好，就在台灣要封的那一個瞬間，我買到。那時候是在大陸，所以他的那個時候的 Android 系統還是可以跨的啊。然後我兒子因為工程師嘛，他就幫我跨過來。你看那是5年前的事情哦，沒有壞過一次。到現在嗎？沒有壞過一次，沒有維修過一次，而且摔了不知道多少次啊，也沒破。更重要的地方在哪裡？它的電池超強。那我後來是現在已經到5、6年了嘛，因為壽命終於。這個它的速度沒有辦法像我們現在所需要這麼大容量，所以我必須要買。可是我在台灣買不到華為，不能用華為，那所以只好換另外一台手機，美國的。坦白說，我必須平心而論，我1天的電池不夠用，還沒到晚上，白天還沒到晚上，電池耗光。可是我以前華為到第2天還有電，那我用的。而且呢，5年內它的電池不會減少。我現在才買新的，1天的電池就不夠了。這代表什麼？代表差太多，而且實在是很不好用。所以如果有 Mate 80出來的話，坦白說，我真的是期望了哈，它能夠融到完全已經台灣的任何憑借都不會有了。
也不用 VPS 了，也不用翻牆，都不用。我觉得那這樣的話，我一定要馬上改回來。因為實在是太好用了。好，您提到了有關於軟體跟硬體之間的相補的問題，我覺得中國大陸它在當時硬體被卡住的時候，它就用軟體的方法要來解決問題。那它的軟體確實突破了，可是問題是它的硬體並沒有停止，它的硬體的發展研究繼續在走。所以當它的硬體突破的時候，它事實上軟硬兩邊的相互輝映啊，它的功能就更強大了。因為一般來講，當我的硬體很強的時候，我為什麼要花很多錢在軟體上呢？可是等到我的硬體也被追上了，它的軟體更超越的時候，那我拿什麼來去跟它競爭？所以我覺得，當大陸一旦解決了硬體的部分的時候，它的軟件成為絕對的優勢。在這個情形下，你認為有哪個國家可以跟中國大陸的手機來比？我覺得都打不過了啦，應該就是投降了。因為大陸的坦白說，華為，我還是幫他們做廣告，太好用了。有業配哦，沒有業配，真是太好用了。所以代表那個蔡委員的60還可以繼續用很久。哦，30都可以用，到現在還30都非常用。好，我們要来看。你剛起來講那個 Flex AI 哈，跟手機沒有關係，它是 AI 伺服器在用的。它對焦的是什麼？是這個輝達的這個所謂 Run AI， 它叫做 AI 容器。這是一個很特殊的概念。什麼叫 AI 容器呢？就輝達來講哈，它把所有的各式各樣的軟體哈，在調整它 AI 運算的效率。就是說這邊比較忙，我調過來這邊用；這邊比較忙，調過來用。那個叫做調度平台，叫 Run AI。但是現在啊，這個華為的 Flex AI 要更強。它不只是軟體在調度，它連硬體都可以調度。而且它不只是調度它自己的升騰晶片。它還可以調度輝達的 GPU， 還可以調度 Google 的 Tensor 晶片，因為是不同系統的晶片，還可以調度寒武紀的 NPU， 所以它是一個把硬體跟軟體統一調度的平台。那這是全世界第一款這種所謂 AI 平台的資源調度，唯一把硬體跟軟體一起調度的。那輝達目前只調度軟體平。好，中國之所以可以在軟硬體呢都彎道超車，就是因為它背後是整個中國的半導體產業鏈在突圍。我們接着要來看到的是，透過哈博投資，華為現在布局了上百家的半導體公司，從設計、材料、設備到 EDA 工具，通通都自己來。所以你看到他說打造了一道去美化的鋼鐵長城，而且更讓人振奮的就是寒武紀的這個 Neoware 軟體平台，它也開始對華為的 CUDA 發起了更多的挑戰。過去呢，這個華為是壟斷了全球的開發者生態，但是寒武紀它現在做到的是跨晶片、跨場景、無縫接軌，而且呢還兼容這個 PyTorch， 說讓開發者用起來可以更加的順手。好，那為什麼可以這麼全面的推行呢？因為更關鍵的就是中國官方說了，你用國產 AI 晶片的企業有能源補貼。好，換句話說，中國現在就是啟動了 AI 國產化大遷移。那這一波變化很可能會直接改變的是全球的競爭格局。所以請教酈將軍，那也就是說，輝達的壟斷時代結束了嗎？我們可以這麼預測嗎？我們講 AI 競賽哈 ，AI 為什麼要競賽？為了賺錢嘛，對不對？歸根結底就是為了賺錢。那怎麼樣能夠賺錢？我有很多的客戶都會用哦，這個不是只有少數的科學家會用，連阿嬤他都會用 AI， 那你就一定賺錢。那怎麼樣讓到阿嬤他們、阿公他們都會用？第一個就是好用，第二個就是這個容易用，連他們都會用。第三個是耐用，就像剛剛賴老師講的耐用。所以我覺得寒武紀它現在的發展理念是這樣，它用晶片做一個算力的一個基底，然後用軟體來釋放這個晶片的這種計算的能力。然後就像你剛剛講的，用工具來怎麼讓工具來講可以讓降低使用的門檻。就這個我用這個工具，又不會說只有高階的科學家或幹什麼，要教授他們才會用，就一般的尋常老百姓、普羅大眾都會用。最後來講的話，它所謂生態，也就是說可以擴大它的使用的用戶。那目前來講，寒武紀是在朝這方面在努力。所以說，一個 AI 的發展不是說你做的晶片好就一定好哈，這不是說是光這個這個 NVIDIA 的 Blackwell 晶片是比較高階的，它就一定好。你必須要有其他的，包括到軟體的配合，包括到客戶的使用，包括你工程師的設計，最好能夠讓大家能夠使用。我以前一直有一個觀念哈，這個議定可能有時候，你覺得電鍋比較好用還是電子鍋好用？
這個很多，我跟你講哈，你問老人家年紀大，一定說電鍋，還是用電鍋？為什麼？它一個按鍵按下去，它就可以煮飯，不管蒸或幹什麼啊，確實是簡單好用。我覺得 AI 未來的發展也勢必朝這個方向。那之所以中國如果說是要跟未來跟美國在這個 AI 晶片上面做競爭來講的話，我想說，黃仁勳講得很清楚。黃仁勳他曾經預言，如果說不讓他的 NVIDIA 賣到中國大陸去的話，那中國可能在5到10年之內，搞不好還更早了、更快，就已經在這方面超越了中國。為什麼這樣講？第一個，中國現在已經H20已經這個禁止使用了，它願意提供更多的補助，哈，包括寒武紀這些晶片。如果你用國產的晶片，我可以更低的這個價格補助。那中國來講，大概從事這種 AI 晶片開發有100萬的科學家，正在這個每天24小時很認真的工作。但是矽谷哈從事這個大規模的這種開發的工程人員大概只有2萬人而已，所以人數它就比你多嘛。第三個，我們講說是華為晶片來講，現在我們剛剛講的910哈，它有一個9110C，它的算力哦，之前都認為說是 NVIDIA H100很好用哦，這個但是910C它的算力，黃仁勳自己親口講，它的算力只比 H100要低8%到12%。所以從這方方面面看起來，如果說給中國這個不管寒武紀或者是更其他的相關的 AI 的企業來講，給他更多的補助，給他更多的幫忙來講的話，我覺得中國很快會在短時間這個超越過美國。哈，這也就是為什麼黃仁勳一直很焦慮的一件事情。我覺得是美國自己在拱手把這個 AI 競賽的這個冠軍的獎杯哈，自己奉送，因為他的管制讓這個獎杯奉送給中國。是，那蔡委員這題你怎麼看？輝達壟斷的生態的這個時代要結束了，因為現在是全村的希望，甚至說全球的希望，輝達那接下來會被超車？不會，它會更大。為什麼？因為包括寒武紀也是架在輝達的模式上面啊，包括那個華為也是架在輝達的模式上面，所以變成說。它跟其他是同步成長，你成長我就成長，這是一個很特殊現象。為什麼？你看那個他用的 Newear 哈。